我是家庭主妇，就因为我花钱去美容院做护理，所以老公要跟我离婚。0918-1，我手里的黄瓜还没切完，口袋里的手机就不停震动，发出悦耳的铃声。我放下手里的活，按下接听键，好闺蜜刘露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苏云，我微信上给你发了条视频，你快看视频上的人是不是你？我在上次那个美容院院长的朋友圈里看到的。刘露语气激动，我却一头雾水。挂掉电话以后，我急忙打开微信，点开他发给我的视频，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那个明晃晃的胎记已经证实了视频里趴在床上上身一丝不挂的人就是我。我赶紧又给刘露回了个电话，让她去美容院门口和我会合。没想到我去美容院做护理被人偷拍了，还被发到了朋友圈。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事情得从上个周说起。刘露听说她常去的那家美容院突然有优惠，就约我去美容院做媒体套餐。我一开始很是犹豫，毕竟一次的费用够我好几天的菜钱了。可刘露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似的，搂着我的肩膀：哎呀，咱俩谁跟谁呀？我请你去就是了。你看你生娃以后就窝在家里，都快熬成黄脸婆了。再说了，团购能优惠些，你这是在帮我省钱呢。女人呀，得自己疼自己，多收拾收拾，保准你家老李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在刘露极力邀请下，我盛情难却，只有答应。但更重要的是，她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老公李硕的母亲早逝，我妈身体又不好，没人帮忙带娃。怀孕以后，我就辞职，一心扑在家庭上，成为了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平时的花销都得找李硕要，他有时发牢骚，我也只能憋在心里，一面更加精打细算，节省花销。一年到头也没给自己买件新衣裳，更别提保养了。我还不到30岁，肤色却越来越暗，斑也越来越多，活脱脱一个黄脸婆。平时李硕下班都懒得看我一眼，倒头就睡。明明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却像两个陌生人似的。可不曾想，我好不容易去美容院做个护理，还惹了个麻烦。到了美容院，我们直接要求见院长。在说明原委之后，那个妆容精致的女院长却死不承认。我们每天接待那么多客人，你怎么就能证明视频上的就是你？我被他这副态度气得心里直冒火。我背上有一块胎记，和视频上的一模一样，而且我自己的身体我还认不得吗？一看就知道是我。那个女人的语气却依旧轻慢。好，那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并且会删除视频，把护理的费用退给你，行了吧？我很忙，先走了，就不陪您二位闲聊了。说完让护工退还了费用，转身就走了，没有一丝道歉该有的态度。刘露气不过，还要同他争辩，我却把他拦住了。眼看着快到了女儿放学时间，哪怕再心有不甘，我也只能作罢。我得赶着回去做饭，实在是不能耽误了。刘露气地教训了我一路，我却不以为意，毕竟又没露脸，也没几个人知道视频上的人就是我。而且视频删了，刘露的钱也退回来了，我就当吃了个哑巴亏。晚上我哄睡了女儿，开始做卫生，顺便热好了饭菜，等着李硕回来吃一点。谁知他一进门就铁青着一张脸，冲我怒吼：苏云，你看你干的好事，我的脸都快被你丢尽了。我不明所以，一脸茫然地看着李硕，不知道他这又是吃错了什么药。哼，你还给我装傻，你自己看吧，光着身子让人拍，你还要不要脸？
说着把手机扔给我。我接过手机，上面赫然播放着我裸着上身做护理的视频。我面不改色，这是一个误会，我已经找院长说明了原委，并且让他删除了视频。李硕冷笑，视频删除了，你自己看看你朋友圈吧，都已经传遍了。我点开朋友圈，果然隔几条就刷到那条美容院的优惠信息，说是店面装修升级，只要转发视频，并且集满38个赞，就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免费享受一次媒体套餐。朋友圈不少人都已经转发了。我站在客厅中央，仿佛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那个女人说谎了，我颤抖着声音，我也是受害者，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李硕的态度依旧生硬，受害者？正经女人谁会浪费丈夫的血汗钱去美容院做护理？你自己不知廉耻，被人偷拍了，还想怪谁？你活该！无风不起浪，谁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干了些什么？一天天的就知道要钱，一点都不知道体谅我。我要是你早就滚回娘家了，哪里还好意思赖在这里？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是你自己问心无愧，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早就受够你了，离婚，我丢不起这个人。李硕的话如惊雷般在我耳边炸开，炸得我脑袋嗡嗡作响。我满腹委屈，就算被转发了，又能怎么样？有几个人认识我？我也是受害者。你凭什么因为这个视频就这样侮辱我？我明天就去找院长讨个说法。至于离婚，我不同意。女儿还那么小，你怎么狠得下心？你居然还好意思找人家理论，分明是你自己犯贱，不知检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每天有那么多人去美容院，怎么就只有你被偷拍了？无论我怎么辩解，李硕都执意认为是我不知检点，不要脸，才会被人偷拍。说完，李硕砰的一下关上了房门，留下我一个人瘫坐在地，心像刀割了一样难受。令我痛心的不是院长的言而无信，而是李硕那番抱怨。没想到这么多年的夫妻情分，在他心里已经变得这么不堪，居然还抵不上一个无凭无据的视频。第二天一早把女儿送去幼儿园以后，我再次约着刘露去美容院和院长讨说法。她从小和我一块长大，感情深厚。在听我说完昨晚李硕和我吵架的经过，她一面开车，一面气愤地抱怨院长不讲信用，顺便咒骂李硕不是个东西。我默不作声，一双手紧紧攥着衣摆。等到了美容院，我们吃了个闭门羹。美容院关门了，门口摆了一个立牌，赫然印着店面升级，改日再来的字样。刘露差点对着美容院的大门破口大骂。我们都看出来了，那个女人是诚心的。接连几天，美容院都没有再开门。我跟刘露被气得够呛，她拉着我就要去报警，可我不想事情闹大，反正也没几个人知道视频里的就是我。最后还是算了，也再没有去找过美容院的麻烦。平时我也没闲着，开始不停地投简历，又请刘露帮忙物色工作。那晚李硕的话给我敲了个警钟。自从辞职以后，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和李硕离婚了，我连女儿的抚养权都可能争取不到。这些年，我不是没想过上班，也不是没想过帮他减轻负担，而是我拖着孩子，又要忙家务，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算去超市当售货员，都需要2班倒。所以我这么多年才对他一直忍让，对他的抱怨也忍气吞声，生怕他突然断了我们母女俩的生活费。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刘静再次伸出援手，她让我去她的服装店里当导购。
每天可以提前下班去接孩子。我要是不好意思，大不了工资少算点就好了，就怕我嫌弃。对于刘露的帮助，我感激不已。哪怕收入低一点，工作累一点，我就可以直起腰杆，对未来的胜算也更大一点。李硕对我的工作嗤之以鼻，他仍然以为我还是那个只知道掌心向上的家庭主妇。我并不理会他，我买了一堆书，每天研究各种穿搭，还在手机上了解及妆容和发型，感觉重要的地方就记上笔记。一开始我连嘴都张不开，渐渐的，在刘露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我的表达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我在给顾客推荐衣物的同时，还会利用我平时了解到的搭配，给他们一些妆容和发型上的建议。没过多久，我的业绩就节节攀升，有了收入，我也开始打扮自己，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每次去接女儿放学的时候，她都自豪地向人介绍，这是我妈妈。李硕对我的态度终于有了些转变，也渐渐不再提离婚的事情，生活渐渐步入正轨。就在我天真的以为我的家庭已经被我挽救回来的时候，我却又陷入了另一个危机。那天下午，刘露陪我一起去接孩子放学，刚好要路过美容院，我和他准备再去美容院瞧瞧。过了这么久，美容院也该开门了。等车停到了美容院对面，刘露却迟迟不下车，一直盯着窗外某处发愣。我疑惑地朝着他的目光望去，只一眼就让我如坠冰窟。我看到我的老公李硕在美容院门口，一只手拿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另一只手抱着当初把偷拍视频散播出去的女院长。男人英俊帅气，女人笑容明媚，宛如一对璧人。不断有路人回头观望，无不一脸艳羡。我脑子里突然闪出李硕和我闹离婚时说的那些话，还有正和他你侬我侬的女院长。我的心里浮现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不知怎地，我突然就冷静了下来。刘露当即要冲下车揭穿他们，可是我却一把把他拉住，默默地掏出了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切。刘露这才反应过来，也赶忙掏出手机拍照。李硕飞快地在女人嘴上啄了一下，女人看似嗔怪地拍了他一下，然后接过玫瑰，小跑进了美容院。我和李硕的缘分大概尽了。从看到美容院前李硕和李院长卿卿我我到把孩子接回家，我的内心都波澜不惊。我又想起我那个大胆的猜测，一开始李硕和我闹离婚，就是因为朋友圈全都是我在美容院被人偷拍的视频，嫌我丢了他的人。而我和女院长往日无怨，素日无仇，每天那么多去美容院做护理的人，他怎么就把单单我的视频传到朋友圈里？直到今天看到他们在一起，我才明白，当时偷拍的视频被发出来，估计也是经过了李硕的默许吧，不然女院长又怎么敢这么猖狂？他们想逼我离婚，可我当时却死活不同意。看似空穴来风，其实早有预兆。我最终决定要和李硕离婚。如果是在以前，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护这段婚姻。可现在不同了，我有了经济来源，我可以给女儿更好的生活，不用再担心离开李硕女儿会过得不好。再者说，李硕已经出轨，我又何必再为了他撕心裂肺？李硕之所以现在不再和我提离婚的事情了，也许是看我现在不像之前那样让他糟心，想要左拥右抱，坐享其人之福，那我偏偏不让他得逞。既然他们对我无情，就休要怪我无义了。我依旧像原来一样，每天做好可口的饭菜，等着李硕回家。不过不同的是，一回家
我就卸掉精致的妆容，披着一头乱发，随便套着一身皱巴巴的家居服，家务我也随便做，家里很快被我搞得一团糟。直到有一天，李硕拿着一件被我洗得染得红不红蓝不蓝的白衬衣，对我一番痛批时，我知道时机到了。我原本还以为你有了一丝转变，没想到你却还不如原来。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倒胃口。你把衣服洗成这个样子，让我怎么穿？你是诚心想让我丢人吗？听着他在耳边咆哮，我拿出洗好的照片扔在地上。怎么，你嫌丢人了？那你出轨找小三和人家在大街上搂搂抱抱的时候就不嫌丢人了？李硕自然是死不承认。哼，你光凭几张照片又能证明什么？我和他只是好朋友而已，我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慢悠悠地说道，既然我敢说你出轨，自然是抓住了十足的证据。我知道你想和我离婚，但我想和你谈个条件。李硕脸上的表情变化莫测。你找到证据又能怎么样？难道你这个臭婆娘还想用这个威胁我不成？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离婚以后你能对女儿好一点。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一个月也挣不到多少钱，肯定不能带给女儿更好的生活。我之前之所以不同意离婚，是我不想让女儿这么小就承受父母离异的痛苦。可我现在想明白了，越是拖下去，对女儿的伤害越大。趁她现在还小，我们赶紧把婚离了，这样说不定时间一长，她就忘了。我做出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我知道我已经留不住你了，可女儿是我的心头肉，只要女儿过得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李硕语气缓和下来，行，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对女儿好，可财产你一分都别想带走。这些年我供你白吃白喝，已经很对得起你了。听着这些话，我寒心不已，但还是强装镇定。行，你所有的条件我都答应，可谁知道你会不会兑现承诺？我要你写一份承认出轨的承诺书，保证离婚以后会对女儿好。我必须得保证女儿未来的生活。李硕似乎有些犹豫，我连忙补充道，你也没必要害怕我给你使绊子，我手里有充足的证据，根本没必要还这样费周折。我作为一个母亲，只是想保证女儿的权益罢了。谁知道你以后重组家庭再有了孩子，会不会偏心？李硕似乎狠下了心，拿出纸笔写出了一份承诺书，按完手印以后就直接出了门，大概是找那个女人报喜去了吧。我瘫坐在沙发上，长舒了一口气。我赶紧对着承诺书拍照备份，还发给了刘露一份。其实除了在美容院门口拍到李硕和女院长的照片和视频以外，我根本没抓到什么证据。我之所以那样说，只是为了让他承认罢了。我思虑了这么久，还是走了一步险棋，只有用女儿做由头，李硕才不会太过怀疑。光凭这几张照片，也许证明不了什么，但有了李硕亲口承认出轨的承诺书，一切就大不同了。因为我不光要离婚，还要分到财产，更要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既然他们那样算计我，我又何必再给他们留后路？如今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们就等待接受最后的审判吧。1个星期后，我以侵犯肖像权、隐私权将女院长告上法庭。期间，女院长为了自保，把李硕也供了出来。我最终胜诉，得到了应有的道歉和赔偿金。忍气吞声并不能解决问题，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我和李硕顺利也离婚，靠着之前拍到照片以及李硕亲手写下的承诺书，我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并且分到了大半财产。我和刘露去美容院只是个巧合，而这个巧却帮我找出了婚姻中的危机，让我认清了李硕的真面目。经过偷拍事件以后，大家都不再愿意光顾那家美容院，美容院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没过多久，终于倒闭了。听说李硕最后抛弃了女院长，四处招蜂引蝶，最后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单位开除了。得知这些的时候，我早已升级成为了店长，收入也水涨船高。我越发拼命工作，只为给女儿创造更好的条件，因为女儿就是我前进路上最大的动力。回想起过去，我终于明白，忍气吞声并不能改变什么，只有自己变得强大，才能保护好想要保护的人。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